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近期我很想买入的一只股票。嗨，我是雪胖，你也可以叫我小邦。今天本来这集影片要来聊聊财报的，但是我发现几个科技巨头的财报都没有太大的亮点，而且这些巨头的股价都还蛮高的。如果现在进去买的话，我猜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怕怕的，所以就决定临时更换主题，不来聊科技股的财报了，来分享一下在股市这么热的情况下，我还想要买进的股票 Lululemon。这集影片会跟你分享为什么我近期会想要买进 Lululemon 的股票，以及 Lululemon 的体质到底好不好。Lululemon 现在是一个适合进场的时机吗？它现在的价位真的适合买入吗？如果你最近想要买股票，但是看了老半天都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那你一定要把这集影片看完哦。Lululemon 主要是一家在卖运动服装的一家公司，尤其是女生的瑜伽服。那它是属于非必需消费品产业的类股。Lululemon 虽然不像 Google、微软这一类的大型科技公司这么有名，但是它也算是瑜伽服饰类的龙头。他们最有名的就是瑜伽裤跟运动内衣。我自己是没有买过啦，不过听说他们家的东西蛮好穿的，因为他们是用透气排汗的布料，所以穿起来不太会有厚重感。那 Lululemon 主打的产品就是舒适跟时尚，所以你不管是在做瑜伽、跑步还是运动，其实都蛮适合穿他们家的衣服。那其实 Lululemon 的衣服也不只很适合在运动的时候穿，在日常生活中你也可以穿它，因为它有兼顾时尚嘛，所以它的衣服穿起来都蛮好看、蛮合身的，讲的我自己都很想要买。那除了一些运动服装以外， Lululemon 还有在卖一些其他的运动配件，比如说像是水壶、背包、球帽等等的。那这个大概就是 Lululemon 的一个背景。我在思考要不要去买某只股票之前呢，一定会先去看看它的财报，因为我要确认我买的公司的体质要是很好的，我才会愿意去买。可能是处女座的关系吧，所以对自己的投资总是很龟毛，不希望自己买到一颗烂苹果。所以在买进之前呢，我通常会用打分数的方式去帮这家公司里面的重要的财报指标打分数。那基本上我只要帮这些指标打完分数，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家公司的体质好不好了。那我就挑几个指标来讲好了，比方说我会从它过去的营收表现来判断这家公司的成长力。如果营收得到满分10分，就表示这家公司蛮有成长力的，而且应该也是有在求进步的。又比如说我会从毛利率去看这家公司有没有竞争力，以及它成本控管的能力好不好。如果毛利率得到满分10分，那就表示这家公司的竞争力跟成本控管能力应该也都是不错的。又比方说我会从利息保障倍数去看看公司会不会有还不出债务利息的风险。假设利息保障倍数得到满分10分，就表示公司没有这样子的疑虑。看在我已经透露了这么多技巧的份上，就先帮我按个赞吧。你会看到这里就表示我前面的分享应该还不错吧，按个赞合理吧。那当然不是只有这3个指标要看，总共有10个指标要看。透过这10个指标，你帮这10个指标打完分数之后呢，基本上就可以很全方位的去判断这家公司的体质好不好了。那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说明了。总之呢， Lululemon 就是通过了这10项指标的考验，它总共得到了85分。那这样的分数其实就代表 Lululemon 的体质真的蛮不错的。确认 Lululemon 的体质是 OK 了之后呢，接下来我就会去找买点，判断什么样的价格适合进场。我知道很多人会试着去用本益比或者是现金流折现法等等的方式去计算所谓的合理价格，然后把它当作进场的价位。但我不得不说，这些方法算出来的价格通常都会比当前的股价要低非常的多，所以常常要等很久才会等到这个合理价位的出现，等很久才能够进场。不是说这些方法不好，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方法非常的不错，但是在实际买卖股票的时候呢，这些方法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窒碍难行，因为你可能要等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或甚至是下一个金融危机出现，你才有办法等到所谓的合理价格出现。所以我会把现金流折现法或本益比等等的方法当作是一个辅助，然后用另外一个更好用、更实际的方法去找到适合进场的点位。如果你还不太会判断进出场的时机，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好的买进价位，那欢迎你来找我咨询。又或者是你跟我一样，曾经迷失在这个计算合理价当中，然后一直等不到合理价的出现，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欢迎你来找我咨询聊一聊，连结我都放在下面了。回到主题哦，那经过我的分析呢，我发现 Lululemon 最近是在一个关键价位的附近，而且也是近5年来偏低的一个关键价位。再加上呢 Lululemon 目前的本益比只有20左右，算是历年来它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时刻，表示 Lululemon 现在的股价算是蛮便宜的。所以近期我可能会观察一下 Lululemon 的趋势，
然后设计一个保本安全的进场策略。我知道这阵子有很多已经涨很多的股票都在回跌，而且跌幅还不小，所以呢，很多人最近晚上9点半之后都是心惊胆战的。那有在长期收看我频道的人应该也都知道，我跟 Rockflow 有长期的合作。Rockflow 有2个功能，我觉得非常适合最近的行情哦。一个是好买理财功能，一个是智慧持仓保护功能。我快速说明一下这2个功能好用在哪里好了。好买理财呢，就是一个不只保证你可以获得一笔额外的现金收益以外，你还可以用比当前更便宜的价格去买进你心目中想要买的股票。比如说，当你长期看好 S 股票这间公司，但是呢，你又不想要买在1000块这么高的价位，你心目中想要进场的价格是900块，那你就可以设定好你的目标价跟到期时间。在到期日的时候，如果股价低于900块，你就可以用900块去买进这支股票。那如果在到期的时候，这个价格没有低于900块，你就不能买入。不过呢，你还是可以额外赚到一笔现金的收益。而智慧持仓保护功能呢，主要就是去保护你现有的仓位。如果你的持仓数量蛮多的，然后预期未来可能会有短期的回调，但是呢，以长期而言，你还是很看好这一家公司，所以你不打算卖掉。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智慧持仓保护功能。又或者是呢，如果你看好某一家公司，然后你正在加仓，但是又担心自己买在高点，你也可以使用这个智慧持仓保护功能。因为智慧持仓保护功能就是一个保护机制，让你在下跌的过程中可以减少亏损，或甚至是完全不亏损。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去使用我的邀请码去注册开户，使用这2个功能哦。不过还是要注意啦，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做投资，一定都是会有风险的。重点是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风险哦，毕竟自己的损益要自己负责嘛。买股票最怕的就是买到前景不好的公司，然后股价一直下跌，对吧？所以我们当然要去关心公司的前景如何，它未来会怎么样发展嘛。那以 Lululemon 目前的状况来讲呢， Lululemon 现在非常积极的在扩张国际市场，再加上我认为运动服饰未来的需求应该会持续的增加。因为经过这几年的疫情，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健康跟免疫力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很多人开始会去重训啊，或者是固定频率的去运动。而且西方肥胖人口真的是蛮多的，很多人是需要运动减肥的，再加上现在亚洲其实也蛮流行健康瘦的，包括很多人会去重训啊、运动啊、跑步啊、吃健康餐等等的。相比10年前，这些是更流行的风气哦。所以呢，我认为啊 ，Lululemon 的前景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认为现在通膨最严重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联准会未来会降息，而这对 Lululemon 这种非必需消费品的公司，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利率一旦下降，就会刺激消费，人们的购物欲望会提升，那这个就有机会去带动非必需消费品公司的一个营收。那当然啦，买股票是肯定会有风险的。Lululemon 本身是属于非必需消费品产业，而这种产业呢是非常容易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的。因为非必需消费品本来就不是我们生活中一定要用到的必需品嘛，它不像卫生纸、卫生棉这种无时无刻不管经济好坏都要用到的东西。非必需消费品比较像是可有可无的，当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人民才会愿意去多买一点。那当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人民可能就会少买一点。比如说像是麦当劳、星巴克跟今天分享的这个 Lululemon 都是这个产业里面的公司。所以当整体经济状况出问题，整体的消费力下降，或者是遇到黑天鹅事件，那 Lululemon 的股价就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也是身在非必需消费品产业当中必须要去承担的风险啦。OK， 那基本上呢，近期我也想要投资 Lululemon， 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体质 OK， 第二，股价 OK， 第三，未来 OK， 第四，风险的部分我承受得了，所以呢，最近我才会决定来投资 Lululemon 这家公司。以上纯属分享哦，不代表任何的投资推荐，我没有要推荐你去买 Lululemon 这家公司。重点是我只是想要跟你分享近期我想要买的股票，以及为什么我会想要买这间公司。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这样的分享，记得在下面按个赞，然后留言喜欢。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